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9年4月19号下午1点多，湖南省石门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，位于县城商业步行街一宿舍楼402房内发生命案，一名40岁左右的女子惨死在按摩床上。接警以后，石门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蔡福清带领民警赶到现场，很快查明死者的名字叫劳燕，现年46岁，是商业步行街某茶馆老板。技术人员现场勘查表明，死者租住房的门窗完好无损，没有任何撬压痕迹。除死者的手机去向不明外，房间内其他物品摆放有序，没有翻动迹象，就连死者枕头底下压着的600元现金都没有被人动过。进入案发中心现场，技术人员发现死者劳燕穿着睡裙仰躺在用于治疗胃病的按摩床上，头部、颈部有多处钝器伤和锐器伤，头部墙面上有喷溅状血迹。通过技术检测，警方推定劳燕的死亡时间是当天上午7点左右，系他杀。4月19号晚上，办案人员汇集在一起，侦查人员分析认为，死者租房的门窗完好无损，那么进入现场的人应该是喊开房门入室，或者持有房门钥匙开锁入室。从死者穿睡裙的衣着状态分析，他当时毫无防备。如果是他开的门，喊门的人必定是熟人。同时，死者下身赤裸，左大腿前侧有多处擦拭痕迹，拖至右腿踝关节部位的短裤上留下了男人精斑，说明作案者可能与受害人有性关系。因此，大家对案件的定性倾向于情杀。而与死者熟悉又持有租房钥匙的成年男性首当其冲，成为警方的调查对象。侦查人员由在死者房间的床上发现了一个男人手包，锁定了第一个调查对象是陈在新。据房东孙奶奶回忆说，4年前他曾收留陈在新在该宿舍住过一段时间，并给他配了房门钥匙。后来陈在新搬走后再没有联系。可案发前半个月，孙奶奶突然发现陈在新声称取衣服又出现在402房，说明他与死者劳燕有过接触。由此推断，陈在新有重大作案嫌疑。警方费尽周折找到陈在新的联系方式后，发现他正在张家界市境内。随后，侦查员在张家界慈利县盐坡渡镇找到了陈在新。经审查，陈在新正是手包的主人。据陈在新交代，半个月前他到402租房取衣服后，见旧手包价值不大，就顺手丢在床上离开了。警方进一步调查，发现陈在新确实没有作案时间，陈在新被排除。另一个持有租房钥匙的人叫严霞，与劳燕是同学关系。这里不能不提到劳燕生前一起开茶馆的合伙人孙昌。孙昌平时和劳燕姐弟相称，但茶馆开来开去，两人也开上了床。频繁交往中，他与劳燕的暧昧关系被严霞发现。这样一来，孙昌干脆把严霞也哄上床。孙昌周旋于两个关系要好的女人之间，彼此心照不宣，维持着三角关系。警方据此分析，严霞存在杀人的主观可能，他很有可能是争风吃醋，寻求报复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严霞不会直接行凶，如果他涉案，只能是雇凶杀人。可是警方做了大量工作后，彻底排除了严霞作案。围绕租房房门钥匙这条线索，侦查员虽然否定了两个最具备作案条件的人，
但仍然存疑颇多，因为有多人先后租住402房间，住户在租赁期间究竟配过多少把钥匙，这些钥匙又都流落到谁的手里，连房东都认为是笔糊涂账。从房门钥匙处无从下手，侦查人员只得从劳燕生前的关系人入手调查。让警方感到棘手的是，劳燕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。据知情人反映，劳燕的丈夫在外地打工，但夫妻关系不和，劳燕一度曾提出离婚。2008年，劳燕患胃病从外地回到石门后，她先后给别人当过保姆，在洗车行干过清洗工，之后才开茶馆。光租住地就先后变动了3次。他人生的每一个小小转折点都会出现一个不确定的交往群体，要把这些交往关系理清楚，并从中挖出有价值的线索，实非易事。但侦查人员从孙昌身上发现了诸多疑点。首先，有人证实孙昌案发当日，也就是4月19号上午9点多钟开门时，曾惊讶地说：“哎呀，老板今天怎么还不来开门呢？”这个说法与他第一次对警方的讲述自相矛盾。孙昌在最初回答警方的问询中提到，劳燕案发前一天曾叮嘱他，第二天要他开茶馆门做生意。既然这样，他为什么又要故意提老板没有开门这句话？另外，孙昌下岗多年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，仅靠每月300元低保金生活，很需要钱。孙昌说，劳燕生前答应借给他5000元钱做生意，而警方恰好从劳燕房间的旅行箱内找到一本存折，余额是4700多元，开头的4字打印模糊，在光线较差的情况下，有可能误认为是5000多元。侦查员产生了这样的疑问：孙昌是不是在逼问存折密码无果后向劳燕下此毒手？另外，孙昌与劳燕因有暧昧关系，进出房门方便，加上他暗中仍和严霞往来，极有可能由爱生恨，想搬掉劳燕这块横亘在他与严霞之间的绊脚石。然而，警方针对孙昌展开调查工作的第一步，就把他排除出局。通过 DNA 采样鉴定，劳燕短裤上留下的金斑不是孙昌的。另一个与劳燕走得很近的人是石门火车站附近的郭老头。据严霞说，劳燕在婚姻中介所做过征婚登记，60多岁的郭老头瞄上了他。几次电话联系之后，劳燕在严霞的陪伴下曾去过郭老头家2次。警方通过外围秘密调查得知，单身寡居的郭老头要求劳燕和他结婚，劳燕便提出拿2万元给丈夫作为离婚补偿，但劳燕先后从郭老头处拿走6000多元钱后，再也不愿意和郭老头见面，就连电话也不接。郭老头连劳燕是哪里人都不知道，他怀疑自己陷入了一场婚姻骗局，因而不排除郭老头有报复杀人的可能。可是侦查员准备传讯郭老头的时候，发现郭老头也正在到处打听劳燕的下落。在巧妙地提取了郭老头 DNA 检材做了检查后，警方同样否定了郭老头作案的可能。接下来，警方在长达20多天的侦查工作中，先后排查400多名关系人。排查的结果不仅让案情重新回到了起点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许多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客观条件被有意无意的破坏，侦查的难度越来越大，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。5月4号，就在侦查人员感到困惑的时候，发现了劳燕生前所用的手机。这一重要物证的出现，让办案人员看到了一丝曙光。手机当时的持有人是石门某酒店一名女服务员。女服务员交代，她是在修手机时，修手机的老板临时借给她用的。警方找到修手机的老板，老板告知，
他是在5月4号用40元钱从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手中收购的。这名男子是谁，成了破解谜案的关键。获悉这一重要信息后，石门警方请来了湖北省公安厅全国著名的模拟画像专家傅晓东，按照首席老板的描述给嫌疑人画像，然后分发给办案人员，广泛发动群众辨认。于是又一批符合条件的嫌疑对象被列入调查名单，而与模拟画像有某些相似特征的谢辉也被纳入侦查视线。29岁的谢辉是石门县楚江镇老西门社区居民，居住在劳燕同一栋宿舍楼的405房间。此前警方已和谢辉有过多次接触，由于他隐藏太深，专案组还没有对他展开重点调查，现在该轮到他了。5月12号，专案组抽取谢辉的血样进行鉴定。鉴于案发后留给谢辉的时间太长，公安机关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，希望他能有所暴露。2天后， DNA 鉴定谢辉有重大作案嫌疑时，谢辉已逃到了广东。5月16号，石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伍在华大队长带领重案组奔赴广东，在广东潮州警方的协助下，将谢辉从当地一家陶瓷厂抓获归案。颇有滑稽意义的是，抓捕组在赴广东途中居然接到了谢辉的电话。聪明过头的谢辉竟在电话里大吐冤情，表白自身清白，长达27分钟。5月19号，离案发刚好1个月的日子，谢辉被追捕他的侦查员从广东押解回石门县公安局。5月20号凌晨3点，一开始还镇静的谢辉在谎言被一层层戳穿后，终于败下阵来，道出了杀人真相。谢辉供述，从4年前开始，他有了手淫的习惯，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，谢辉患肺结核回家养病以后，与在广东打工的妻子分居，他的性饥渴日益严重，只好借助女性的性感内裤自慰。劳燕晾在租房公共过道上的短裤就成了谢辉屡次自我满足的道具。4月12号下午，谢辉用完劳燕的内裤准备给他晾好时，被从茶馆回来的劳燕发现。劳燕问谢辉为什么收他的内裤，无法自圆其说的谢辉讲出了自己难于启齿的隐私。劳燕似有同情地问，怎么不找个女人呢？谢辉说没钱。劳燕说，就找个不要钱的女人嘛。听出弦外之音的谢辉马上顺杆爬，要不阿姨你就……劳燕没有搭话，独自进了自己的租房。谢辉跟进去，开始用肢体语言挑逗这位他并不知名的阿姨。这个夜晚，谢辉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。4月17号晚上，谢辉被劳燕叫到自己租住的402房间说，你离婚吧，不然我会把我们的关系告诉别人，到公安局告你强奸。发生一夜情的这几天来，谢辉从劳燕绷紧的脸上知道他对他不满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阿姨会提出这样出格的要求。离婚谢辉是做不到的，回绝阿姨又会让他不依不饶。谢辉于是敷衍说，阿姨，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考虑考虑。4月19号上午8点以前，你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答复，到时候我给你留门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劳燕最后丢给谢辉的话不容商量。在矛盾中度过了2天，谢辉一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4月19号大清早，起床后的谢辉见约定的最后期限已到，于是决定到劳燕的房间去做一个了断。
当谢辉来到劳燕租住房的门口，发现房门果然给他留着。谢辉走进去，看到劳燕正躺在按摩床上享受电动按摩，对谢辉的到来根本没有察觉。这时谢辉突然萌生了杀人动机，他认为最好的了断就是让劳燕不再开口说话。见按摩床边正好放着一个圆石头，谢辉不声不响地将石头搬起来，朝正在闭目养神的劳燕额头猛砸下去，然后谢辉向门外走。走到房间门边的谢辉发现了一把菜刀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取刀折回身去，狠命地砍向劳燕的颈部。就这样，劳燕为自己的一段孽情死在了自己最后的约定里。作案后，谢辉匆匆收拾好菜刀，将它夹在西服里掖下，打一把雨伞下楼，把菜刀丢弃在楼下不远处的下水道里，又把劳燕的手机埋在石门县宝丰开发区一块菜地里。直到5月4号，自以为安全的他才找出手机，到手机修理店里低价处理。2009年12月底，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谢辉故意杀人案作出了一审判决，判决谢辉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2010年2月3号，常德市公安局就该案的侦破发布了通告。这一起被当地警方称为排查人员最多、影响恶劣的故意杀人案，终于落下帷幕。